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两个新职业，这三个分别对应这个猫头鹰、雄鹿，还有这个熊。它这个雄鹿是跟电相关的，它是将误伤60%转为闪电，然后会叫这个鹿往前冲，就会跳几次。它这个鹿是每移动20米，它就会，然后它就会有一层，然后你最多是可以存这个3层。然后你下一次平 A 的话，它就会把这个你之前存储的这个层数全部变成路，它就跳出去了，就会路就往前跳，它就会每次落地它就会产生这个震波，是一个电的伤害。然后就是这个猫头鹰的相关，猫头鹰是一个增益 buff，就每4秒的时候就会获得一层这个猫头鹰的羽毛，然后最多也是3层。然后在你翻滚的时候，在你翻滚的时候，你就会触发这个 buff， 然后你下一次技能就会获得这个强化，就每一层它就是多2个这个投射物，额外的投射物，并且这个弹道速度会获得增加。熊就是一个技能，就是让熊跳出去，它就会帮你打。它也会跳跃正击什么的。再往后点就会再点到一个大点，比如说这个熊，然后熊往后点的话，都是同伴造成额外的攻击伤害，这伤害等于你这个主手武器伤60%。它这个同伙伴的伤害，我不确定是只有熊还是能接受增益，还是说你所有的伙伴这个接受到增益。具体要等这个有更多的那个信息之后才能确定。如果这个是所有伙伴都能享受这个攻击伤害的增益的话，那如果你玩这个伙伴流的话，野兽伙伴流的话，这个应该是一个必点的点。然后猫头鹰的后续的这个技能是闪避时最多可以消耗3根羽毛嘛。就如果你没有这个点，没有点到这个最后面这个点，你前面的这个点是你翻滚的话，它只会消耗1个，然后你下一次这个技能投射物技能，它就会有两个额外的这个弹道。但是你点到后面这个点，它是你那个翻滚的时候，它最多是可以消耗3根这个羽毛。这个国际服的翻译是有问题的，它这个闪避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所说的这个翻滚，就翻滚。他说每多消耗1根羽毛，强化 buff 效果增加100%，应该就是这样的，应该就是这样。就是说消耗3根的话，它就会应该是6个额外的投射物弹道。然后的话，这个鹿的后续技能应该是跳跃结束时，每次跳跃造成额外20%的伤害，每次跳跃增加20%的电击强度，也是增加这个鹿的伤害的，增加鹿的伤害的。然后这个升华的话，它是免费送一个这个点的，这个点就是听他讲吧。点了这个点之后呢，我们的熊如果召唤出来的话，保护其友军，就是你和你的伙伴，就是你造出来的那些野兽伙伴，都会每秒这个回血，并且帮他分担伤害。然后鹿的话，点了这个点之后，刚才的鹿是向前跳跃的，点了之后这个鹿就会向敌人跳跃。羽毛的 buff 的话，就我们放完那个 buff 强化技能之后，中央投射物会留下一个地面，这个地面上面我和我们的友军获得这个闪避提高，
以及在满血的时候有40%的这个ink，只有4秒钟，反正是免费送的啊，不点白不点。And your owl-empowered skills will leave a trail of soaring ground behind them. But that's not all. The Spirit Walker has other powers beyond wisps, such as Idolatry, which can give you large bonuses for using idle socketables in your equipment. 然后这个点是我们装备中没有一个这个符文啊，没有一个它就会增加我们这个伙伴造成的伤害。就如果你是玩伙伴流的，也要点到这个点，然后就是能提升我们伙伴造成的伤害，然后我们的技能保留效能就提高，就是减少我们的惊魂使用，但是会减少我们的全元素抗性。这个第3个就是说我们装的雕像越多，我们的抗性越低。And this one, which is my absolute. 然后这个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点可以让我们这个捕获这个传奇野兽，我们就可以去抓这个元神了，可以召唤最多一个传奇驯服野兽啊，抓元神去了。然后元神移动速度会提高30%啊，然后它每20秒都会被这个阿兹莫里之灵附身，就会吃到各种各样的 buff， 非常厉害，非常厉害。然后也可以，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打一些地图，去找元神的地图，去找这个能吃到就是元神 buff 比较好的，因为 boss 也是一个随机的词条嘛。我们抓到的这个元神最多能有4个词条，我们去找这个词条比较暴力的元神啊，甚至可以抓不同样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传奇野兽 boss 啊，包括这个钻地虫，然后这个就是元神，元神是可以去抓的。包括这个啊，叫3头奇美拉。Rakar, the Frozen Talon. There's so many choices.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xperiment a bunch with this one. 就可以抓非常多这种传奇野兽，首先它是野兽，就非常的厉害。然后，如果我们是玩这个野兽召唤流，那加点基本上现在就可以这个固定下来了。我们点出这个抓这个传奇野兽的，对吧？然后还要点出这个增加这个野兽伤害的，然后还要点到这个熊，对吧？点到这个熊，然后点到这里，熊可以，然后这个就可以增加我们伙伴的伤害嘛，包括这边熊，然后点出这个熊又可以帮我们回血以及这个分担伤害，基本上这个点就定了，基本上这个点就定下来了。就是点出这里，再点出这里，再点出这里那这个点免费送的嘛，刚好1、2、3、4、5、6、7、8个点，送一个点，9个点。就伙伴召唤流的话，基本上这个点应该是定下来了，其他流派的就要看情况了，到时候非常非常棒，非常棒。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武圣，看武圣嘛。After decades of training, he has mastered 3 of the 7 Hollow techniques. Channeling Hollow form technique allows the martial artist to create illusions of himself, which then use a skill. 武圣它上面这个点就是一个技能，点了这个应该会多，我们会多一个技能，里面可以嵌宝石。然后这个技能是一个吟唱性技能，然后摁住我们就在原地这个吟唱，然后会放这个幻影，幻影会出来放这个技能，那个技能就是你往里面嵌的宝石的技能，然后它使用一次镶嵌的攻击后会消失所以这个应该是会限制一些技能就有的技能比如说可能像闪打这种需要特殊条件的技能，可能它就 C 不了。
或者一些高攻击频率的技能，它可能也塞不了，因为它是使用一次相间的技能的攻击后一次攻击嘛，有可能这个到时候还要测试一下看，就会消失。所以你看，它视频里演示的都是放了一些这个单次攻击的一个技能，都是这种单次的攻击的技能。然后只有一个下面一点，这边是叫三月之道，就是敌人不可移动时，然后敌人没有点威力值，他就会多这个三月教诲的层数。他这个就是敌人越厉害嘛，就你这个层数他就获得的越多。然后不可移动的话，包括眩晕啊、电击啦、冰冻啦、禁锢啦，这些都算是一个不可移动。然后当我们被这个攻击或者是我们这个进攻时，我们会失去这个层数。你看，当我们用任意层数的这个 buff 的时候，我们的攻击以及这个升华里面的技能就给的新的技能会造成20的这个一个总增。然后当我们这个被打的时候我们被打的这个伤害，就是它经过一些看近的减免偏转这些计算之后减3之后，它如果是不超过我们这个生命上限的30%的话，就会使这次伤害总降70%，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总降70就只造成单次伤害的30%。比如说他一拳打了我们30%血反正经过什么计算之后，他一拳打了我们30%血去降了70%，等于是少了这个2/3多那你拳可能就只打了我们10%的血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也变得更耐晕了，我们的这个晕眩阈值总增50%，就我们变得不容易被打晕。但是当我们这个8秒钟没有去获得这个层数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所有的这个 buff。 所以说我们要一直去放技能，让怪这个不可移动，我们就能一直获得这个 buff。 视频的演示它就是不停的去放这个吟唱技能，然后去打这个 boss 的眩晕值。眩晕值打满之后，它左上角就有一个这个 buff， 然后他就用技能去，这个时候我们就获得这个伤害是增加嘛，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用技能去打 boss， 它就是一个这么样的演示。然后多了一个这个钟，在我们4米范围内，然后会随机出现这个钟钟持续5秒钟，然后敲碎之后，它每隔4.1秒就会出现一个。我不确定是敲碎应该是出现之后每隔4.1秒它就会出现不管你敲没敲。所以说最多按照它这个字面意思来，最多会有，但是它钟激活上限是只有一个，这么说的话最多只能存在一个钟有点鸡肋有点鸡肋。它可能过几秒它就会在你附近出现一个钟，然后你就可以去敲它它就会爆掉。钟必定可被眩晕，如果敲钟也算这个击晕的话，它等于也是不可移动嘛它应该也是，反正它出现钟的话，我们把钟敲碎了，绝对把钟敲晕了，然后它就可以触发那个 buff， 就可以跟前面联动。具体是不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后续还有一个技能，它就是这个我们把这个钟背在背上，然后我们其他技能造成这个暴击的时候，就是可以敲它，那个钟会在我们这个背上自动这个发出震波，对敌人造成伤害。这个挺有意思的，背个钟然后用其他技能打出这个暴击的时候，它就会嘣发出一道波。然后 0.5 秒之内的话，最多是敲3次，等于是 0.5 秒敲3次，1秒钟敲6次。这个不知道到时候可不可以
不知道可不可以嵌宝石或者怎么样去通过一些方法去降低它的这个冷却时间，然后我们增加我们的攻击频率，然后去堆这个暴击率，这样我们在怪群中放技能的时候我们的背上的钟就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直放波，应该会有一个这么样的效果。你看它就是打 BOSS 的时候，咚咚咚，它就会能看到这个波。然后这边有一个生化点是我们会多这个4个符文插槽，5个，多5个，一个头2个胸甲，1个手套1个鞋子，可以去嵌这个符文，在这个背包里面就可以打开这个栏就可以塞进去，这也挺厉害的。然后这个技能就是我们把手套穿到身上的时候，手套的基底会直接变成这个美级加这个闪避值和这个能量值，就无论它的基底之前是什么，它都会变成这个，然后前缀后缀会发生变化。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手套是3个点伤，后缀是2个抗性，再加1条这个击中敌人后的生命值。你看放上去之后，它的基底直接就变成了这个闪避加能量护盾，点伤现在变成了这个攻击额外造成伤害。物理的话是最吃香的，物理是13到23，它直接变成了24，说明它是在最高上限上面往上加。这边物理最高本来只有23，它这边居然能给到24，说明这个物理是最吃香的。然后闪电的话是2到41，正常如果取中间值应该是21、22，应该是21、22左右，正常是近1，应该是22左右。但这个闪电只吃到了20，甚至连21都没有说明闪电给的不是特别多。冰霜的话是11到19、11到18，加起来除以2是24、25左右，对，14、15左右。然后这边冰霜却给了17，说明是它是取了一个中间值，再往上加了一点冰霜。冰霜比闪电吃香一点，最吃香是物理，这是我们直接能看到的，就单从这件装备能看到的，具体的加成以及方式到时候要再看。然后它这个本来的基底是67、25穿到身上之后它变成了这个270和90，说明然后这个手套的需求等级是60但是并没有显示它的物等，但是说明这个美级是根据你自身等级，不是根据这个手套的需求等级以及物品等级，应该是根据人物等级，说明这个人现在是90级，3927这边刚好也是90。然后我们发现它的抗性被减了一半，但是上面的这2条应该是一个加的是这个最大抗性。原来的抗性会被除以2，但是会增加额外的最大抗性也不错抗性可以从其他地方补，非常棒。特别是这个点伤，说明3点伤的手套到时候会非常厉害但是这一个装备它没有显示出其他的比如说攻速啦，到时候得再看一下，到时候再看反正现在能看到的就是抗性的话它会被减半，但是会增加这个最大抗性，然后点伤的话它会变成这个攻击额外伤害，非常厉害，并没有讲到这2个，下面这个是那个不可移动的 buff， 然后这个是这个增加身体上的符文，这2个是钟嘛，对吧？然后这个是吟唱嘛，这2个没讲到，所以不知道这2个到底是什么。这个钟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变成激烈
啊，但是下面这个三月教诲应该是必点的，必点的。然后其他的可能就要看情况了。不玩敲钟流的话，敲钟基本上或者敲钟最后可能是一个鸡肋技能，可能敲钟可能就也不吃香，敲钟肯定就不吃香，可能会点出这个，或者点出这个额外的符文啊。这个技能吟唱技能应该大概率会在啊，这个实权估计也会在。就是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啊。因为这个钟啊，这个技能，到时候看一下能不能开发一下。如果可以开发出来，钟还是可以的。就怕它是一个鸡肋技能，没人点啊，就这么多了。886啊，886。